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在当下节奏飞快、信息爆炸的娱乐圈里，慢综艺始终像一股温柔的清流。亲爱的客栈2026第2期播出后，关于白鹿与王鹤棣的互动迅速登上热议榜，成为观众茶余饭后的甜点话题。不同于刻意制造的戏剧冲突，这一次打动人心的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情感流动，一种介于朋友与暧昧之间，尚未被定义却让人心动的关系。亲爱的客栈之所以能持续吸引观众，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真实。在这里，没有复杂的剧本设定，没有精心打磨的角色滤镜，每个人都要面对最日常的生活，做饭、打扫、接待客人。而真实往往意味着不完美。节目中，32岁的白鹿因为不会摘空心菜，很少参与洗碗等家务而引发讨论。一时间，不会做家务的标签似乎被贴在了他的身上。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种反差确实容易被放大，毕竟在传统观念里，一个成年人理应具备基本的生活技能。但如果把视角拉远一点，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缺点反而让她更加立体。她不是一个被精心包装的完美女明星，而是一个有优点、有短板、有情绪、有温度的普通人。节目里，沈月与秦岚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沈月忙前忙后，铺床、擦桌、洗碗，一整天下来几乎没有停歇。秦岚则更为直接，甚至主动清洗马桶。这种毫不避讳的劳动状态，让观众看到了她的成熟与担当。而白鹿则像是另一种人生路径的缩影。她成长环境优渥，进入娱乐圈后工作节奏紧密，有团队照顾日常起居。她不擅长家务，并不意味着懒惰，而更像是没有机会练习。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不同，能力结构自然也不同。真正值得被看到的，从来不是你会不会做某件事，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他人付出。如果只盯着不会做家务，就很容易忽略白鹿身上最动人的部分。她会在小女孩哭闹时，用夸张的表情和声音逗孩子开心。她会忍着风湿带来的不适，坚持参与劳动。她会主动去搬重物，而不是站在一旁等待别人完成。她会悄悄拼好一幅拼图，放在客栈前台，并写下温暖的话语。她甚至会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这些细节没有镜头刻意放大，却在观众心中一点点累积，形成一种柔软却坚定的力量。她不是不会付出，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善意。这种低调的温柔，往往比表面的勤快更难得。真正让观众情绪被点燃的，是白鹿在节目中的一句话：她已经想好了未来婚礼要播放的歌曲。那是一首英文歌，具体曲目虽然没有被详细展开，但这个细节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当一个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女明星开始认真思考婚礼细节，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不再只是活在当下的光环里，而是在为未来的人生做准备。白鹿曾在30岁时提到，自己未来可能会突然淡出娱乐圈。那时很多人觉得只是玩笑，而如今再回看，这更像是一种提前埋下的伏笔。32岁对很多女性来说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阶段，事业尚未触顶，但时间却开始变得具体。选择依然很多，但代价也逐渐清晰。她的坦诚让人看到了一种少见的清醒，不是被催婚，而是主动思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明确方向。如果说白鹿的发言是引子，那么王鹤棣的反应则是整段故事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当结婚这个关键词出现时，他第一时间露出了2次笑容，那不是礼貌性的附和，而是一种明显的情绪波动。更关键的是，他没有按照普通朋友的逻辑去回应。一般情况下，朋友之间会继续延伸话题，比如调侃、祝福、询问时间节点。但王鹤棣却只说了4个字：结婚进行曲。双引号。
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意味深长。他既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完全抽离，反而像是一种带着情绪的回应，既在回应他的话，又在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他的笑容，则像是情绪的泄露。如果把节目中的片段拼接起来，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第一，当被称为姐弟时的瞬间停顿，白鹿开玩笑说两人像姐弟，王鹤棣的笑容短暂停滞。这种微妙的情绪变化，往往最真实。第二，对身体状况的高度关注。当白鹿提到风湿复发时，其他人反应平淡，而他却追问细节，建议休息。这种关注明显超出普通同事关系。第三，细小行为的放大式夸奖。只是拿了几次调料，他却认真夸奖。这种放大优点的行为，更像是带有情感滤镜。第四，看他与孩子互动时的自豪感。当白鹿逗孩子成功时，他露出的笑容，不只是欣赏，更像一种与有荣焉。这些细节单独看或许平常，但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绪氛围。为什么这一段互动会让无数观众磕上头？其实大家真正被打动的，不是他们是不是在一起，而是那种尚未被定义的美好关系。那种感觉是，比朋友更靠近一点，比恋人又多一分克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关系并不多见，但一旦出现，就格外动人。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对理想关系的投射，被在意、被关注、被温柔对待。网络评论刷屏，祝福与期待交织。节目播出后，社交平台瞬间被各种评论淹没。这不是普通朋友能有的眼神吧？王鹤棣那个笑，我反复看了10遍。白鹿说婚礼歌那一刻，他明显紧张了。如果这都不算在意，那什么才算？双引号。也有更理性的声音，他们关系很好，但不一定是爱情。别过度解读，尊重艺人私人空间。双引号。但即便如此，大多数评论仍然带着祝福。不管怎样，希望他们都能遇到对的人。白鹿这么温柔，值得被认真对待。如果真的在一起，我会第一个送上祝福。双引号。这种氛围本身就说明了一点，观众并不是在吃瓜，而是在共情。白鹿的那句婚礼歌曲已经选好了，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八卦点，更像是一种人生宣言。它提醒我们，在忙碌与竞争之外，每个人终究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愿意和谁一起走下去？你准备好承担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当一个人开始认真思考，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成长。结语，未说出口的才最动人。节目还在继续，故事也没有结局。或许他们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或许一切只是观众的美好想象，又或许有些情感正在悄悄发生。但无论如何，这段互动已经留下了一种温柔的余味，那是一种不需要被确认的美好，像风一样看不见，却能被感受到；像光一样不张扬，却足够温暖。而观众之所以念念不忘，大概正是因为我们都在这样的瞬间里看见了自己对爱情最纯粹的期待。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